喺廣州芳村，穿過塵土飛揚嘅工地，順住一路大大細細各式指示牌，喺村居狹小嘅道路上七拐八拐，一間隱於深巷嘅火鍋店終於出現。傍晚時分，食客尋味而嚟，店裏面開始熱鬧起身。店裏面主打豬精品火鍋，都仲未搞得明乜嘢係精品，一樂高頭，牆上面嘅菜單已經夠睇花眼。揾咧就捐窿捐罅咁捐入嚟嘅，條路已經係唔係條路啊，爛到話咩咁嗰條路。條路好靚啊！而家條路俾人食到爽滑嫩，就好似食 M7 澳洲和牛咁，明唔明我意思啊？你食過就知㗎啦，又爽又滑。人哋話80歲阿婆都話搲搲嘅。嗱，呢個係你哋嘅過江腸哦。我放落去。好多客人唔知道嗰啲乜嘢，我哋都要幫佢介紹下嘅。哦，叉筋一碟。老闆娘郭慧芬，人稱郭姨，除咗坐鎮收銀台，郭姨最中意同顧客傾偈，特別係第一次嚟嘅客人。不過嚟呢度食飯嘅大多數都係嚟咗都唔知幾多次嘅熟客。坐喺度。佢好地指人聞名㗎啦嘛，係咪？咁又同啲朋友講好食喎，呢間嘢咁咪又嚟啦，係嘛？有豬叉筋啦、豬腰啦、不見天啦、豬面肉啦、天衣無縫啦，點都白嘅。食客嘴裏面如數家珍嘅呢一啲豬肉部位，令人拗晒頭。食嘅係啲乜嘢呢？只能夠聽創始人華哥講下。嗱，呢個一兩肉，一隻豬就得兩個豬肉，多啲都冇㗎啦。係鼻梁兩粒肌肉，佢喐動性係最大嘅，因為啲豬食嘢係用個鼻嚟撩嘢㗎嘛，所以粒肉係特別香滑就咁啦。韓瑞華，豬精品美食店掌門人，對豬嘅各個部位都了如指掌，令屠宰場資深員工都為之汗顏。豬天梯，豬嘅上顎就好似梯，金銀滿屋係豬脷上面一大一細兩塊脆骨，形似元寶，所以叫豬金錢、豬銀錢。豬叉筋，豬嘅神經線。仲有豬板筋、千層肉、黃喉、大腸、豬腦等，店裏邊大大細細36個豬嘅部位，都係華哥用心挑選嘅精品。你要我有，我就幫你弄起來可以。可以。那我就說，怎麼之前也沒有見到你有這個啊？精品難尋，店鋪堅持每日攞2次貨，以保證午餐同晚餐嘅食材都係新鮮嘅。凌晨1點幾，李培堅預定嘅第一批貨已經裝車。以前剛開始的時候是華哥自己去拿貨的，那時候開店的時候是只有幾張台嘛，自己開個摩托車去拿的。以前對豬並冇精細分解，華哥仲曾經去到市場嗰度嚟幫師傅傳授分解秘笈，以求攞到最精準嘅部位。而家喺市場裏邊，亦成為咗一種行當。攞返嚟嘅貨，每一樣都要仔細清洗。最早店裏面請唔起工人嗰陣，所有嘢都係華哥同郭姨自己動手做嘅。其實嗰陣時喺度做咧，就係即係冇辦法咯，即係自己屋企嘅地下咁啊，唔使俾鋪租先啦，有飯食先啦。只要你認真做嘢，真心對人，咁樣都有收穫嘅。時光喺兩個人身上留低痕跡，但係從來都冇改變佢哋嘅初心，更延續到每一個員工身上。我放晒心啦，而家唔係乜嘢都交代得落噶啦，係嘛？好似自己啲嘢咁做，個個都。豬肉嘅處理過程繁複細緻，但鍋底
就只係店裏邊每日熬製嘅樸素粥水。看似寡淡嘅粥底，加幾片木瓜，反而最能夠呈現出豬肉嘅鮮甜。食材入煲，水滾之後關火，等肉喺溫潤晶瑩嘅粥水裏面舒展。餘溫嘅浸潤下，熟到啱啱好。豬叉筋有嚼頭，千層肉香甜，豬天梯爽脆，板筋軟糯，豬血就好似啫喱。每個食材都有自己獨特嘅口感，就算盲點都唔會出錯。每日飯點，店裏邊都高朋滿座，第一次嚟食嘅人往往內心忐忑，但中意嘅人自然係上晒頭，喺熱氣氤溫當中放飛自我。用肉香不怕巷深嚟形容呢一間店就最為貼切。17年嚟，靠住食客口口相傳，從只係得5張台嘅店仔，擴張到租低附近幾間房。食客心之所往嘅，除咗精品，仲有呢度濃濃嘅人情味。有今時今日咁嘅成績都係佢嘅功勞。唔係，阿華哥喺後邊指導，指導我哋點樣做，咁我哋啊，係大把老婆，而家突然間咁謙虛嘅你，誒，如果話我乜嘢都唔叻，最多係揾個老婆啫。喺尋味嘅路上，潮汕人對食材嘅涉獵範圍不斷拓展，有一種隱秘之味，甚至會令你重新審視食物嘅定義。立冬過後，走入揭陽村落巷仔，運氣好嘅話，大概可以遇到一啲沿街叫賣嘅商販。喺聲聲叫喚當中，村民好似接收到暗號，全部出晒嚟。老闆熟練咁喺桶裏邊滗出幾殼，行近一睇，好似係裝咗一份建築材料。有冇可知啊？可知啫，同點絲，可知絲，我真冇點解背，又唔走開中意解背啊！不過佢當就老闆人食好食，我啱冇去點絲只頭迄只大個落曉背，拍個弄好一直拍，就只落吼，一直沒有繩就拽，就撈，連個剛拗，都唔想我咪過去咧食。最想啦！唔識嘅人聽到拗晒頭，呢啲個樣似水泥嘅嘢，唔通仲可以解鎖本地隱藏菜單？哇！最笑！整啲等會唔會了？整啲好食啊！嗰隻改一個禮改下。11月底嘅廣東，終於有咗一絲涼意。呢個時候，正係黃燕紅捕撈桃蝦嘅好季節。食蚊只上減着，正尾呢上減蚊咯。頭個掠到這個二聲上減着25米，掠唔叫啊！伊去一半甲無收我咗水面起來。伊都是攏收了幾，我過頭個攏個過到咗水面上，計就2外深呢。
特製嘅網兜隨住流水飄開，足足有11米長。喺潮汕地區，只有榕江嘅鹹淡水先至可以孕育桃蝦呢種生物。所以就呢度，哎，唔係卡鹹噶，唔係黑拿，要錯啦鹹，黑拿是獵波，話啦兩個點話整下就係小猛。因為對水質要求高，桃蝦被視為天然嘅水質檢測器，更加一度消失咗10幾年。近年榕江水質改善，桃蝦重現江湖。黃燕雄祖輩傳落嚟嘅漁網，先至重新派上用場。唔可以播住條魚，桃嘅你望咗係有能力呢，有兩時麼再個點都能力，即係播。直呢差唔多開咗能只計浪咧10月份起來就開始了，差唔多了到2月吧。有兩時冇咩人去播啊，就能只係天氣熱就改了佢能遲起，一陣年尾天硬就能可去做生意，能可去播就佢能叫錢咁播。而家村裏面撈桃蝦嘅人家只係得返5、6戶。黃燕雄依然想喺過年之前為屋企增添多一份收入。經過將近2個鐘頭嘅等待，桃蝦終於揭開神秘嘅面紗。收上嚟嘅桃蝦一般喺漁船上即撈即洗。落湯了就再落，最後就條機下嚟下就個垃圾。等先差唔多耐字，แล้วอีจะบอกหมดสุดผู้กี่ไรอ๋อผู้กี่ไรนั่งจะ條機十幾件好嚟幾了，腳背將嚟跌打。後生弄唔曉那頭一間咪間弄都唔曉。黃燕雄口中嘅桃蝦，其實係水中嘅一種浮游生物，細小好似青綠色嘅點點匯聚喺一齊，就好似水泥咁，好難將佢同美味聯繫起身。但本地人至少喺幾百年前就完成咗對佢嘅開發。食桃蝦深深印喺老一輩潮汕人嘅生活裏邊。家常嘅做法只需要一啲清水做底，加入桃蝦，喺熱力嘅作用下，灰色嘅桃蝦發生反應，漸漸變為橙紅色，就好似重獲新生。適時加入五花肉、1羹仔油，令蛋白質同脂肪相互融合，搭配切碎嘅蒜苗同蔥花，係當地人最中意嘅口味。最後放豆腐入去煮熟，就大功告成。煮好嘅桃蝦散發住淡淡嘅海鮮清香，帶有沙沙嘅口感。豆腐吸收咗湯汁，鮮甜送飯。本地人都中意用嚟煎蛋，喺桃蝦裏邊加芹菜同蒜苗，再打雞蛋入去，熱油煎到兩面金黃，令桃蝦嘅鮮甜同雞蛋嘅焦香融為一體。廣東珠三角地區都有食桃蝦嘅傳統，因為蒸熟後似蝦卵，呢度將呢一種浮游生物叫做蝦春。加薑絲同五花肉清蒸係傳統嘅烹飪方式。不一羹放喺飯度，鮮香誘人。每到年底，珠三角嘅餐廳總會推出幾味以蝦春入讚嘅菜式。
蝦春蒸蝦，海鮮之間嘅碰撞，呈現出更豐富嘅味覺層次。喺飯裏面打雞蛋入去，炒乾，再倒入蒸熟嘅蝦春，均勻混合。蝦春包裹住粒粒米飯，鮮味四散，可以媲美海膽炒飯。黃燕雄嘅太太更加中意舊陣時嘅保鮮方法，製作鹹桃蝦。桃蝦直徑落碗嗰啲就差唔多係夠尖，直出伊係棒骨啊，就條落再尖隻。那個落嚟走伊係夠尖，伊就棒住骨伊就胖。1個月之後，桃蝦顏色慢慢改變，呈現棕紅色。呢個時候嘅桃蝦多咗發酵後嘅鹹香，可以長期保存。每逢歲末，黃燕雄屋企嘅餐台度總係唔少得桃蝦嘅身影。喺以前艱苦嘅年代，桃蝦養活咗依江移居嘅人，亦為佢哋帶嚟對於鮮甜嘅另類感知。呢啲封閉而隱秘嘅味覺感受，或者有一日將會隨住長者嘅老去，離我哋漸行漸遠。海洋隱秘深邃，大江大海嘅交融吸引住大家不斷探索。喺陽西溪頭鎮東部有一個叫風頭島嘅美麗小島，島上嘅村民世代以捕魚種田為生。中一做幾多日線啊？中一啊？有冇幾更？天仲未光，黃啟宇同堂大佬黃成已經準備出海。從風頭港出發，坑尾村前嘅鹹淡水交匯處係佢哋此行嘅目的地。去溪頭尋味嘅食客都知道，呢度嘅血鱔最正宗，而溪頭嘅血鱔正係隱藏喺呢片海裏邊。喺我哋村門口啊，一帶嘅大洲面會多啲血鱔。正常嚟講咧，放籠咧提前1日2日咁。每次收籠就好似開盲盒咁，不過祖祖輩輩捕魚累積落嚟嘅經驗，令到佢哋對呢一片海域嘅各類鱔魚都了如指掌。其中最為珍貴嘅就係血鱔。跳鱔拿呢個，鱔拿嚟嘅係。 5、6月咧，佢就會多啲嘅；過咗嗰個秋咧，佢就少噶啦。常年生活喺紅樹林附近嘅血鱔，中意喺泥沙裏邊捐窿捐罅藏身。大潮或颱風天嗰陣，海潮攪動泥灘，出動嘅血鱔一唔小心就會進入捕魚人為佢張羅嘅籠裏邊。血鱔極難捕獲，量少自然價高，往往都仲未上岸就被提前聞訊嘅商販收購晒。屋企有漁船嘅便利，亦令到黃啟宇屋企嘅飯店總係可以攞到第一手資源。血鱔嘅體型比普通黃鱔要細好多，直徑不過1厘米。尾指咁粗嘅血鱔，重量大多數係1到2兩，因為表皮一界穿就會不斷流血而得名。新鮮捕撈嘅血鱔皮膚光滑，背部顏色淡黃透紫，鮮紅嘅血絲透過薄薄嘅皮膚，俾人成身上下都充滿血性嘅感覺。細細嘅血鱔，美味藏不住，吸引住各方食客慕名嚟到呢一個縣城。喺本地，血鱔有好多種烹飪方式。油爆血鱔，喺熱油裏邊加薑片，處理好嘅血鱔喺油鑊中炸炸咁響。
微焦嘅時候加蒜粒增香，最後加葱段就可以。做好嘅油爆血鱔，表皮酥脆，內裏軟嫩，口感順滑。用砂煲焗嘅話，又係另一番風味。薑片、蒜粒、蒜苗爆香之後，加血鱔入去，再賴啲白酒，冚蓋焗一陣。等到酒精揮發，血鱔就差唔多熟啦。呢個時候嘅血鱔有住淡淡嘅酒香，肉質濕軟而唔爛，鮮香雜雜。不過本地人更鍾情於血鱔飯呢一種烹飪方式。要整得好，黃啟宇仲要請佢爸爸黃慈德嚟操刀。烹製嗰陣，猛火用蒜片同薑絲將油爆香，撈出嚟之後，倒入剁碎嘅血鱔肉，不斷翻炒。炒幾耐，全靠黃慈德嘅經驗。炒到嗰啲油咧，好似個聲咁啪啪啪啪啪，揸落嚟響嘅。同米飯翻炒均勻後，撒葱花拌勻。最後仲要裝入砂煲，冚埋蓋，燜焗5分鐘，等血鱔嘅香味同米香進一步融合。揭開煲蓋，一陣濃郁嘅鱔香、飯香撲面而嚟，米飯乾爽透亮，血鱔肉早已經化成沫，黐喺米粒上，相伴入口，絲絲入扣。鱔飯來了，兩煲。哎，有鱔飯，哎。平時喺飯店忙碌，黃慈德兩父子好難得同鄉下親人一齊圍坐食飯，就算唔見面，親情依舊。潮水往復，聽日佢哋又將會各自追趕生活，有美食相伴，今晚嘅時光更顯珍貴。喺美食遍地嘅廣東，有啲特別嘅味道，就好似隱藏喺河床深處嘅細石，喺時光嘅沖刷裏邊，靜靜咁等待釋放嘅伯樂，或者係鮮為人知嘅本地時令食材，或者係一時難忘嘅特殊烹飪方式。如果有幸遇見呢啲固守住本鄉本土嘅浪漫，或者最終會成為嗰味念念不忘嘅隱秘滋味。